这个是祥龙科技有限公司。那我们专门就是制造这个所谓的滚珠螺杆。滚珠螺杆在这个机械业的里面的话，它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对。第一个，它是由一个旋转运动来做直线运动做定位的。这里面重要的零组件。那这边有包括它的所谓的 pitch 螺杆的大小。那祥龙公司它精于所谓的微小的，就小的滚珠螺杆，对，微小型的，在电子业里面，它可以非常的准确的定位到你想要的定位。所以你们主要是做电子业为主，全部都有，但是我们着重于小的这样子，着重于小而巧的这个所有的东西。然后这个滚珠螺杆，你看它的螺帽，它有非常多的一个款式，可以让你适用在你的床台上的组装，甚至这个所谓的这个没有钢珠的，我们也有做。这种是属于没有，这没有钢珠，它里面没有钢珠，是铜的而已。这个可以拿起来吗？可以。你说没有钢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它直接就是里面这个牙，里面就是牙，外面就是牙，变成一个螺丝这样子。它没有一个介质。那它这样子准度嘞，哪一种会比较准？这样它会比较准？没有，这个绝对是它是所谓的线接触。对，钢珠的话就是点接触。那你看这么小，它中间还有一个介质。对，就是螺杆、螺帽。中间还有一个介质是什么？钢珠。那这样子来讲，它会比较顺，它会比较没有那么顺。对，这个是所谓的比较一般级的，它不要精度。那我只要传动，我的位置上我可以控制就好了。我不用定位每一个地方，我要定位很准。了解。不用。但是这种的话，我可以在任何一个点，我都可以把它精准的算出来。比如说我要走10 mm，我只要旋转10 mm，它就到了。了解。那最主要这个丝感方面比较困难的，就是在螺帽的它运行方面是比较困难。像这种东西，就是市场上现在非常夯的，所谓的左右摇。所以你只是，所以你没有转它，但是你只是这样，因为它靠你的拉力就够了，它靠你的拉力它就可以动了。这个可能这边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。有没有？因为这个 pitch 比较大，所以比较简单一点。对，它 pitch 比较小，就拉力就要增加。这个 pitch 比较大，你看。那它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？第一个，我可以在机械门，这个门自动门那种，自动门开关。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夹齿。了解。我可以夹这个东西来这边。所以放在那种鼓钳啊、夹具上面也是 OK 的，对不对？也不是，就是它本身就可以加上一个装置，就可以夹任何一个东西。OK，了解。夹任何东西，所以它其实可以当任何的夹具。对。那你看这一种更悬的，你看这一种的它是2个 pitch 是一样的。对。所以它同动。对。它同动同开，你看。但是当它是这一种的就不一样了哦，它这个 pitch 小，这个 pitch 大。这个就是要电控的，他们去把它控制。我这一个跑多快，那里刚刚好会 touch 到。就是属于伺服的，然后它可以控制它2个夹具。那这样子为什么不要2个都做一样就好了？为什么要？没有，它因为这个有些东西它要快。我要快一点到达。然后这个要慢一点。这个慢一点。这个就是设计者他就厉害，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的初期是很难过的。为什么？2个 pitch 不一样很难做。有时候这个做好了，这个坏掉了。那前功尽弃了。了解。就浪费了。这个真的很特别。对呀，就很特别，这种东西就很特别。还有一种，这个市场上你们没有看过的，所有的丝杆、所有的螺杆、螺帽，你把它转到最后，它一定会跑出去。对不对？对啊。我这个常常会跑出去，然后就坏掉了。我这个。你有多一个那个，就是一个东西把它顶住，不要让它跑出去。它里面的结构就不一样。里面就挡住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一般你把它挡住，这里多一个插销挡住它，最多是不能转。对。那为什么我还能转？所以说你已经转到底了，它就一直空转，它就在那边空转，一直在那边空转。对啊，这个好在哪里？你根本不用所谓的设定一个极限，2个极限的开关，我不用设了。但是这样子没有过行程，它就会一直转啊。
不会啊，你只要把马达我设定多少圈就好了。对对我多了个2圈没关系嘛。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种东西也是我们一个，所以就不用2个过行程的 sensor。对，不用省了2个过行程的 sensor。我就可以。这算你们的专利吗？还是其实是有，只是你们有在做这样子？对，因为我很多东西我不想用专利去把它绑住这样子。绑住的，因为我们怕我们是自己不会往前走而已。我怎么会怕后面跟着人？哦，就是你们还是有在开发，只是对，你看你自己就觉得太神奇了，就是蛮有巧思的。对，我这个要跟大家介绍哈，你们在设计所谓的自动化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应用这个。反正自动化是由这一点 A 点到 B 点而已。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，对不对？A 点到 B 点而已，我永远这个动作我不用再去用libido，我也不用去搞一个4伏马达。哦，对，它就用一般电机，我一般马达就好了。一般电机那它可能我不是电的，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停下来。一般的马达就可以了。那来到这边，你看哈，现在这个东西就延伸到那里可能比较微小，这里都比较大的。嗯，对。再来就是这个也是左右牙。这也是家具使用的。类似家具或门。但是在这个机械它里面的运用是每个设计者他的 idea 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不去介入。好，你现在拉一边，有没有？不动了，来推，有没有？不错。对，就是左右摇。那它专有名称叫什么？就是左右螺杆，左右牙的螺杆。哦，左右牙螺管。那现在你看它这螺帽有这种型的，有这种型的，你看型很多。尤其是这个型，你看，你光这个制作这个螺帽啊，2天做不出来。2天哦？这一体成型的。这个螺帽你怎么要做出一体成型？一颗圆圆的铁，做到变这样子。为什么？这个所有的螺帽它组装都有不一样，像我这一种的，这个就是现在比较夯的，就是说，你用这一个可能你装在机台上，它的空间要运用很大，这个叠到上面可能还要很大的空间，对，空在那里，对，我这个不用，我这个只要这么高的空间就够了，我窗台就直接锁在这里，往下锁4个螺丝，锁住就好了。它就可以跑了，它就可以带动窗台跑了。了解。把空间压缩到极致。这种的就比较，如果是像这种的，这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吗？一样的东西，但是你看这一种的组装方式就不一样，它是必须要套住一个那个连接头，还有一个法兰，一个孔。对。那你看孔这个空间就变大了。对。所以它就是直接锁的，这种就是直接锁固的。窗台往这边，我只要锁住就好了。了解。空间可以压缩到非常的小。那再来这个在手工具里面，这个是所谓拉丁机啊。拉丁机啊。那你点下有的，我知道。钉下去有一根会跑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个是中空的，螺杆是中空的。所以说它的那些钉子会跑出来，拉完以后从这里出来。这个是齿轮带动这个拉丁机，把它，那一根就跑出来了。这个业界也是很多。再来，你没有看过这么小只的螺杆？3Y 3的螺杆，Y3的螺杆，这个东西也是原理也是跟那个刚刚我讲的安全螺杆一样，所以它不会跑出来的。对，它不会跑出来。我告诉你。这一只你看，是不是有三个？对，3个凸出来的东西。对。这个也是一体成型的，这不是，不是设里去的，它是一个框个帕里面的。10颗的啊。几粒？切安来出来。那这样子，5轴机，要5轴机哦。这个也是复合机的。也要车铣复合才有办法做。车铣复合才有办法。这个也是哈。这个也是啊，这个也是。这也是要设计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剪刀，在澳洲那边，剪刀机。剪刀机是什么？就是澳洲那边做很多所谓的种葡萄。他要剪那个。我知。他就这边开一个，有充电式的。我知。他可以这样剪，
爬上爬下。什么马基达，对对对对对对你看马基达 Milwaukee 有5折，这个通通是装在所谓的剪刀机里面。这种就是这种哦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对位平台就是像我们手机，嘿，对，我要贴上面那个玻璃，我手机在这边，玻璃它已经粘过来了，对，机械手臂粘过来，对，但是我要正确的粘到这个手机这里，四方形全部要对准，对，我要怎么对准？它会利用，它会去照下去这个焦距，好，我就开始调整这个。它上面有个摄影机这样子，摄影机调到跟你的这一个完全一样，砰，粘上去。所以这个就是它可以。这应该也不只是在手机上面的，就是很多地方都会使用到。这个就是阿巴的，它有宣传讲角度有没有？调整啊，它可以这样子。就这个是不会说我今天放的，就是有点稍微这样子，然后我可以对，我可以把它调到比较正这样子。对，那个摄影机下去以后，它会告诉四胡马达你这个要怎么动。然后对准之后，玻璃再贴下去。那个纸是它有一种真空的，一吸过来，然后这对位就告诉他你对准，吸下去。很特别，就吸下去。那这一个的话，这3种都是对位的。那这一个的话，就是看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困难。看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困难是？这个纯粹就是这个窗台哈，它是上下做动而已。但是动作很简单，做很困难，因为你必须把滑轨，你看这个滑轨，它要做斜线的。OK。组装它要做斜线，你看我这样跑有没有？它从哪固定？它从上面锁住哦。没有，这里转，这里会把它撑高。就像 Jacky 一样啊。OK。你看这里有没有撑高？那个类似千斤顶。千斤顶这样子，没有什么，但是做起来很难做。很难做。电动微调台。对。其实也是跟它一样嘛，就是它如果没有放得很平，我稍微往上一点就把它调平这样子。对，这个可以放在这里的下面，给它调整这样子。因为我没办法调所谓的倾斜度嘛。然后它这个可以调这样子，然后调这样子，然后调整。辅助螺杆在运用上大概都是这样子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骑行拜占我大概就跟你介绍到这样子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